缺牙的时候如果我们单就一颗缺牙的时候，我们有哪些治疗方式？除了植牙，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来针对缺一颗牙齿？牙药宝找三宝，保牙、保龈、保笑容，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大家好，我是三宝牙医。今天我们很开心来分享缺牙的时候如果我们单就一颗缺牙的时候，我们有哪些治疗方式？传统上我们都知道，缺一颗牙，像这样子缺一颗牙齿用的是什么？就是植牙。但是除了植牙，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来针对缺一颗牙齿？我们最常见的是下颚第一大臼齿，因为它是人体最快长出来的牙齿，所以大概6岁的时候就长出来，经过10年、20年、30年的血液、咬耗、磨耗、蛀牙，很有可能造成它牙齿裂掉断掉所以最常流失的掉的就是这个下颚第一大臼齿的部分。缺一颗牙为什么要处理因为它旁边的牙齿会倒过来，骨头有可能拔掉之后有可能会流失，连带影响旁边的牙齿，所以甚至有些会影响发音，后面的牙齿跑过来倒过来，整个齿列会歪掉，所以能够尽早处理是最好。所以大概有5种方式。第一种人工植牙、活动假牙矫正往前拉牙巧，还有自体牙移植。第一种植牙，就是像这样子缺一颗牙齿，那我们就是在上面放一颗人工牙根，这样子放进去，走进去，然后再做上面的牙套，就完成治疗。前的牙齿都不动，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技术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同时补骨，所以跟拔牙跟植牙是同一次，所以等待的时间很短，平均来说大概2个月左右，2到3个月就可以装牙，所以等待的时间空窗期是非常短的。但是它有时候需要合并补骨费用比较高一点。通常有需要补骨，因为拔牙洞很大或者是拔完牙之后骨头缺损比较多一点，这些都会造成需要补骨的问题，这样那费用比较高一点。第二种牙巧就是要把前后好的齿质把它磨掉，在没有人工植牙之前牙巧是gold standard，就是标准做法，就是把前后牙齿把它磨小，所有的珐琅质就会被牺牲掉，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珐琅质就是整个牙齿结构最强的部分，居然把它磨掉了，做成牙巧。在以前没有植牙的年代来说，做牙巧是标准的做法可是10年、20年之后这些磨掉的牙齿会怎样？有可能会蛀牙，会有牙周病，清不干净会有牙周病，这些都有可能。所以你现在有植牙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采取这种牙巧的方式了，尽量减少旁边齿质的破坏是最好的方式让它保持原本的珐琅质是最好的。第三种活动假牙，活动假牙就像一个小爪子它会勾在旁边的牙齿上拿上拿下，所以它可以靠在旁边的牙齿上，吃东西的时候可以放上去，因为它可能容易晃动，所以如果就单颗缺牙来说是不太实际就像图这样子小小的第一个怕它误吞，给它吞得起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怕它吞下去吃一吃，甚至连整组的活动假牙、局部的活动假牙都有病人吞过，更何况是小小一组的活动假牙，那只能把它空间撑住了咀嚼效果因为它可能会晃动，使用上来说并不是那么方便，你花了那个钱，其实你也不太会戴如果只是要撑住空间，可能带个维持器撑住空间，可能还比较实在一点。讲第4个，矫正往前拉。当你有智齿的时候，后面还有那一颗智齿的时候，你可以把2颗后面的智齿跟第2大臼齿一起往前拉，这样就可以关闭空间。只是它最主要的缺点是，因为移动一个大牙齿的距离，可能有些大牙齿比较大，要10 mm 可能要移动的时间大概至少都要2年左右，而且不是所有的牙齿都可以移还是要跟你的矫正医师评估一下。所以后面的牙齿往前有智齿的话，
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不想花2年3年做矫正的话，另外一种比较少医师在做的是自体牙移植。如果你的缺牙是右边，你的智齿是在左边，那你怎么移？你不可能左边移到右边，所以你只能用手术的方式把它移过来。所以自体牙移植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式，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例子哈。当然时间来说会缩短一次，因为只要一次手术把它移过来，我们有些患者评估完之后是不需要做牙套，患者评估完大小可能差很多，有些人智齿可能比较小一点，那移过来的时候可能建议还是要做一个牙套来维持这个空间这样子。接下来我们讲一些例子哈，这也是我们的病人哈，你会看到他有一组牙角，下颚来说有一组牙桥，然后一边是空的牙，可是他都有智齿长正的，所以这个空间虽然不大，那我们就跟他说，你同时两边都有这个空间，你要不要把牙桥拆掉，换成植牙，或把它矫正的时候把它拉起来？病人说好，可是他不想换牙桥，所以我们就把中间那个桥体的部分把它磨掉，做矫正，像这样子，矫正慢慢拉，慢慢往前拉，做完之后的样子是像这样子。当然时间花了2年多把下面的空间牙桥的部分把它关起来收起来，这个也是一种方式矫正往前拉，最重要的是耗时真的比较久一点如果有医生愿意帮你移的话，要在家附近愿意帮你移的话，也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方式。所以这个是前后的比较，上面是治疗前，下面是治疗后大家可以看到牙齿本来有点排列不整我们一并矫正把它排整齐，后面的智齿跟第二大臼齿都往前拉，关闭这个空间这个是全口 X 光前后的比较，把它拉靠拢，就是矫正往前拉。 OK， 第5种就是自体牙移植，像这个患者也是我们最近3个月才刚做，左下那个第一大臼齿已经蛀烂了，只剩下2个小小的长根，刚好后面有一颗智齿。跟患者沟通，他想要做自体牙移植，把它移过来就是他口内的状况前面那一颗已经蛀烂了，后面还有一颗完整很漂亮的智齿，就是我们手术之后把它移过来的样子，智齿就移过来了所以前面那个缺牙长根就拿掉，换成智齿这是一种快速大概2个月左右。如果因为他之前有蛀牙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做个牙套这样子。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患者，这也是我们最近的患者左下一样是左下那一颗有一个什么，看起来有骨头流失，有抽过神经，做过牙套的牙齿。我们评估起来说，他之前做牙套的时候，牙齿好像有裂痕。当我们拔下来的时候，把左下这一颗拔下来的时候，牙套拆掉的时候，看到这个裂痕存在，真的确定有这个裂痕存在。有些骨头流失是因为牙周病，有些骨头流失是因为有裂痕，所以这个有裂缝之后，细菌跑进去，造成连带的骨头流失，所以我们就跟患者沟通说，你这一颗牙齿有裂痕，如果你要治疗的话再重做假牙是可以，可是这个裂痕未来会不会继续往下延伸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考虑说有没有机会把它右边下面有一颗水平的智齿，把它移过来。病人说他很想要用右下，因为长倒了水平智齿又长这种一半一半的它细菌还是会跑进去，之后迟早都要面临拔掉的问题，所以有没有机会把智齿移过来可是呢，我们以前教我们的所有教科书都在教什么？大小，你看那智齿大小 O 不 OK？ 牙根形态也还不错融合牙根。结构呢，你要智齿要捐赠者的智齿要能够移过来可以用。最重要的是，它这一颗拔下来要完整，你不能拔裂掉了，这一颗也不能用了。可是我们以前到现在，所有有学过的水平智齿的拔牙都是什么？都要切小。基本上水平智齿历史上有成功的几乎没看过所以我们就问Gemini，那水平智齿可以完整拔出吗？是可以完整拔出，可是通常都要切小。那可以不切？我再继续问他，可以不切的情况之下完整拔出吗？他回答什么？不可能，几乎不可能。有没有看到？几乎不可能。所以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就很努力的把它做到了，我们就把它移过来。然后最近也开始做假牙，已经超过2个月了，牙齿的稳定度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达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把右下水平智齿平安的把它移到左边下面去，
这个应该是世界第一个能把水平智齿移过来的案子了哈。跟大家分析一下哈，这缺牙的时候，除了不植牙，还有其他方式，自体牙移植矫正往前拉那活动假牙还有牙桥牙桥我们不太建议那活动假牙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暂时性的治疗方式所以你要怎么选择那第一个你要看有没有预算考量，看未来如果你做了这个治疗的话，对未来会不会影响到你前后的牙齿？如果会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再采取一样的方式，除非你前后的牙齿都已经磨过的牙套了，那你可以换成牙桥，那也 OK。所以找你的医生讨论一下缺牙的时候你可以有哪些治疗方式。好，谢谢。我是三宝牙医，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拜拜。牙药宝找三宝。